我从11岁开始我就出来社会工作，放学了后我就去大排档捧菜。12岁开始去做点心的学徒。2015年我开了一个报，写个 proposal， 我未来的寿司店是长什么样子的。4年了过后，才把这个 file 重新打开起来。我的 menu 全部都是 ready 了。传统日本餐居酒屋到旋转餐厅，其实是一个模式的迭代来的，本质上解决了一个问题，速度的问题。如何选对盘呢？味道相同，性格不同，选择对的一个赛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这个人主打一个挺券，请告诉我你踩过什么雷？你的雷以后我不踩了。人家竟然走你那么前面，认知一定比你高的，不要投硬。就算你觉得不合理，听着先。当你遇见的时候，你再想一想。本期节目是由 BossBolley 赞助。BossBolley 是一家云端公司秘书服务平台，帮助你在线注册公司，甚至连开设银行户口都可以全程线上完成，无需出门。欲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 bossbolley.com。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Hugo， 你能简单的跟听众介绍一下自己吗？我叫 Hugo，我中文名字叫姓庄名文康，我是1995年来自于 JB， 是 Sushi Plus 的 founder。95年，对。Sushi Plus 到现在有几年了呢？ Sushi Plus 是在2020年的9月正式成立的，所以那时候还是不是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家店了，那时候是一个类似 kiosk 这样子，有点像档口这样。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家分行在2021年的5月。2021年到现在，那目前的规模大概有多大呢？我们现在目前为止是有18家分行了，至今为止，所以有15家已经在运营当中了的，还有3家是在筹备当中。去年才有6家，今年已经去到18家了。对的。但这方面怎样做到呢？等一下我们会去聊到这个部分。那 Hugo， 首先我想跟你了解一下，其实你一开始是怎样进入餐饮业的呢？ OK， 其实这一个我从11岁开始我就开始出来社会工作，那时候是属于一个半工半读，那时候是放学了后我就去大排档捧菜，所以那时候这个年纪就红蓝就 F&B 可以进入了，所以在我们那个年代90后的年代，没有读到书的大多数人都会去做这一种服务类型的工作了，所以就机缘巧合上，我从12岁开始做捧菜的，到11岁开始做捧菜的，12岁开始去做点心的学徒，然后在当中我也是做过也是就一直在厨房类做工，然后到16岁的时候才正式开始进入到日本餐的这个行业所以才开始对这种东西有浓厚的一个兴趣。11岁，然后一直都在餐饮业了。对。但那个时候，当时为什么会想到要创业呢？那个时候为什么要创业，其实也讲不清，就自己有个萌芽说，我必须得自己当老板。那时候我在可能15、16岁的时候，我就有自己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我必须得创业，我必须得当自己的自己做一个生意所以就一直以来就机缘巧合，到我从澳洲回来了过后，我才开始正式创业。我从澳洲回来的时候是20岁的时候，那时候这个 Sushi Plus 不是我第一个项目，那时候我是先创办一家旅行社先因为我一向来做餐饮行业，我也很清楚知道餐饮行业其实是需要一个很全面性的能力，需要是一个六角形的战士，所以我之前的技能能力太过单一，只是在厨房的一个经验，所以我很清楚知道我需要累积更多的经验，这样我就必须从一个成本较低的一个行业开始起步。那么 after 那个旅行社过后，你要进入 Sushi Plus 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怎样去开始的呢？其实在2020年这一个 COVID-19 的一个 period 的时候，是旅行社是没有办法运营的，所以那时候是 totally 停到完，所以在这一个机缘巧合上，我就遇到另外2个 co-founder，就是我另外2个的 partner，我才 invite 他们一起来去创立 Sushi Plus， 因为我理解知道我想要创办 Sushi Plus 绝对不会是小打小闹，这样我竟然要做到一个规模，这样我就必须得有一个团队。我知道我自己没有办法去完成，所以我们是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就遇到志同道合的2个 partner，然后我们就开始了我一直以来计划好的这东西。其实我在2015年我就从 Australia 回到来，然后虽然我是开始创办了旅行社，但是我其实在我的电脑的 file 开了一个 file， 写个 proposal， 我未来的寿司店是长什么样子的。所以在2016年的5月15号，我就把 proposal 写得差不多，只是没有人来去实行这些事情，所以我到2020年4年了过后，我就遇到这两个 partner 了过后，我才把这个 file 重新打开起来。当时的时候，我的 menu 全部都是 ready 了所以我就是非常快的就可以开始 format 我整个 Sushi Plus。
所以这个是蓄谋已久。所以只是等到时机对了，遇到对的人就开始了。对。那么当时的启动资金是多少呢？其实那时候我们的启动资金是比较少的，因为我们第一个的开始是来自于档口嘛，那时候只是一个7万块钱的启动资金所以 after that 到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家店才会去到20几万，就200多千。你一开始是在档口了，然后慢慢去发展下去。那么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在做这一个大项目？是一开始就有这样想法吗？其实这一个就回到我在澳洲的一个经历了，所以那时候我在 Australia 的时候是工作大概1年的时间，在那边的时候我就是蛮多同事是来自于各国的国家的，就有香港啊，有中国啊，有美国啊，所以我就常常在那时候有一个品牌在澳洲是叫 Boost 的。所以当时我的认知其实是我以为它是马来西亚品牌，因为它的颜色啊到马来西亚也有很多分行，所以我是有这个品牌。所以每当我遇到同事的时候看到 Boost， 因为 Boost 在澳洲是做的特别好，整天排队的，所以我就会整天跟同事去炫耀说，你看这个是来自于我们马来西亚品牌，在这边做的多好，就有一点走出国门了过后发现到有东西可以骄傲，到最后后来呢就遇到一个 ABC。他香港人，他跟我說：Hugo 呢個好似係Australia 的品牌嚟嘅。我講然後他就拿個谷歌給我看。那時候我就想找一個洞鑽進去，所以我就想說，那時候我就有一個想法，為什麼 Malaysia 好像沒有這些可以走上國際舞台的一個品牌？所以那時候我就萌生一個想法，就是我必須為馬來西亞帶出一個國際品牌，至少讓馬來西亞人走出國門的時候，至少可以驕傲一回。出到國門可以看得見，有我們馬來西亞的品牌也是屬於我們馬來西亞的一份驕傲。所以在設立當初的時候，我的夢想就是只有這一個行業能夠，也是我的專業，能夠讓我真的走出國門這個才是我的初心啦。那麼一開始你就計劃把這個東西、這個項目做大做起來了。其實市場上也是有很多不同的 sushi 品牌啊。那麼 Hugo， 其實 Sushi Plus Sushi 和其他的 sushi 品牌有什麼不同之處呢？ OK， 如果說不同的話，我們從2個層面上面來說了。第一個層面就是我們的產品，第二個就是我們的模式，就是提供給顧客是什麼樣的一個價值。首先我們先說產品是大家比較關注的，就是在市面上的很多，尤其在馬來西亞很多的壽司品牌啦，其實你會發現到他們的產品都是大同小異的，就是賣壽司的，你可以去到每一家分行，去到每一個不同的品牌，你可以叫得出你想要的那一款壽司，他們都會有。然後他們獨有的壽司其實是特別少的，就可能每個品牌裡面平均來說應該是3到5個壽司是他們自己獨家研發的。但是我們呢是以 Fusion Sushi 這一個理念來去設計我們的產品，所以我們70%以上，我們有40多款產品，70%以上都會是以自己獨家研發的，只有我們的品牌有，別人是沒有的。所以我們是以這個 Fusion 的理念來去設計這個產品，所以在 product 上面的這一個差異化就很明顯。蠻多顧客給我們的一個評價啦，就是我們的壽司啦，會很像李子一樣，看了過後非常有食慾。這個是顧客給我們的一個評價啦。所以再來第二個層面上面，我們說的就是提供給顧客的一個什麼樣的一個價值，一個不同的模式。所以我們是以快餐理念來去設計 Sushi Plus， 所以所有東西我們是以 convenient 就是便捷來去設計。所以裡面你們之前在馬來西亞比較多人看見的其實是傳統日本餐居酒屋到旋轉餐廳，其實是一個模式的迭代來的。但我們當初看到的時候是居酒屋的方式出現，其實從居酒屋去到旋轉餐廳，其實本質上解決了一個問題，速度的問題，從2個小時一餐到1個小時一餐。那麼其實根據我們的跟着我們的這個時代的發展，我們會越來越繁華，那麼我們人就注定會越來越忙，這樣我們對一餐的速度其實是有所提升的。所以這個是市場需求的東西，它就需要更快。像就輪到我們的這個以快餐理念設計的壽司店 Grab and Go Concept， 從你點餐到取餐3分鐘以內，到你吃完可能15分鐘你就能夠離開，所以是可以提供的那個主要的核心是便捷快。所以這個是我們的模式上的一個差異化，以快為主。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在產品上的那個研發，
因为刚才你讲到你们的40多个产品是78%是自己研发的，像有哪一些口味是你可以形容一下，比如是特别受欢迎的吗？特别受欢迎的话，其实我们如果说单产品的话，我们有一款是我们的玉子烧 Tamago App，我们是用干蹦蛋自己煎的，因为市面上大多数他们其实是工厂做出来的，他们很多是预制好，所以他们的香味啊、等等的东西，其实都没有让我们那么足够香气。再加上我们也不惜成本的，我们是用干蹦蛋来煎，所以相对来讲，它那个鸡蛋香味是非常足的。这个是几乎可以，我很有自信的说是零差评，目前为止是零差评。但是我们的销售是这一个量是特别特别大的啊。再来说其他产品呢，其实我们比较多顾客给我们一个的一个 comment 是，我们很多炸跟烤的寿司啊，所以这2块也是他们特别喜欢的，也是我们比较独有的一个风味这样子啊，所以这个也是顾客特别喜欢的。因为我就很好奇啊，Sushi Blood 其实你们有怎样的一个市场定位啊？比如讲说你们的客户的画像啊，会是怎样的呢？我们主要的顾客群体呢是3到40岁的这一个年纪层，这个年纪层通常是在事业上升期，所以他们有一些特性啦，是忙，但是他们收入其实都还比较 OK 一点，就是3到40岁这个阶段，他们收入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然后他们对食物的一个追求、品质的追求会比较高，所以这些是我们，尤其他们是白领的人，所以我们会比较重 target 这些人是我们最多回头客最多的、粘性最高的一些顾客群体啊，因为我们提供到他真正他需要的价值，我既满足了你的一餐不将就，我既满足了你的房满可以快速的解决一餐。再来第2点呢，就是聚餐的人，所以我们其实会有很多一些party set 是在市场反应是特别好的，我们做的有点用pizza box 来去设计的一个产品，所以它的定位是 target 聚会，所有的这样我们在宣导就是只要你去聚會，無論是去 birthday party、picnic、potluck、camping 什麼都好，只要 about 聚會啊，你都要帶上我們 Sushi Plus 的 Party Box， 是因為聚會上面現在除了 Domino、KFC 之外，還沒有別的 option，這整個 gathering 是很 boring 的，所以我們是給市場上的第2個 option， 包括我們產品其實比其他的 fast food 更加有優勢 for gathering 這一塊，因為通常 gathering 我買食物會 before 4 hours或者3 hours 之前我就會買好，然後到我吃的時候那個味道其實是相差很大的啊，但是壽司是不會有這樣子的問題，3-4小時過後還是 maintain 着那一個味道的。這個其實是蠻好的一個 strategy 哦。對的，目前來講市場反應這樣？市場反應是非常好啦，我們看得到我們的市場份額是一直在增長的。做餐飲這麼久了，你最大的領悟是什麼呢？其實我蠻想 sharing 一下我前面剛開始從11歲出來做工的，蠻多人會覺得很好奇11歲開始出來做工，那時候半工半讀，到13歲就真的是完全沒有讀書嘛。那時候我其實是一個自己家庭學的一個情況，我知道讀書太浪費時間了，所以當初的想法，我在 before 去 Australia 之前我是沒有在 before 應該是17、18歲之前我沒有創業的想法，那時候是拼命覺得去社會積累經驗，就是愛找錢，但是我又不愛花錢，要把錢全部存起來，所以那時候我在13到15歲這個階段的時候，其實我蠻瘋狂下的，我早上凌晨5點開始去點心樓上班，就是凌晨5點到點心樓上班，到下午1點放工，然後我就回家睡一個午覺，然後下午5點我就去去酒樓捧菜，然後捧菜捧到1點，凌晨1點，然後我就下班，然後我又再睡1-2個小時，然後我就重複日復一日的這樣子去上班。那個時候15歲啊，拼咯，就是因為我辛苦過來了，我在打工的時候我讓我自己最辛苦了，到我去創業的時候，因為創業初期不想創業初期創業整個漫長的時間都是非常辛苦的，你是否吃得了這個苦，它的苦不只是身體上的勞累，精神上的壓力，這些東西其實種種，所以第一個關鍵點是你是否苦得起，除非是富二代我就不同講了，我剛好不是，所以再來第2個點就是心態是否能夠調整得很好，我覺得心態決定了一切了，所以
对于我来说啦，遇到所有的坏事，它背后一定会给你带来一份礼物。那一份礼物一定会促长你的经验，都是你人生必然要经过的经验。当你遇到坏事，我现在在外面说的时候是特别容易的，所以你就遇到什么差事情，放好心态，这谁都会讲。但是当下你遇到的时候啊，一定会有一个不好心态，但是及时调整，给自己一天的时间调整回来，进入回一个状态。竟然发生了，面对它，竟然发生了，不可逆的，想怎么去解决它，怎么继续走下去。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不要纠结。那么 Hugo 你在餐饮业这么久了，我们看其实可能我们一些听众啊，他们也是有一些想法，想要踏入餐饮业这一行啊。那么对于那些想要进入这一行的人，你有什么建议给他们吗？如果是说你今天只是把餐饮业当成你的副业的话啦，你就不要进来当韭菜了。OK， 如果你真心要把餐饮业搞好，请全心全意努力多一点。这个餐饮行业虽然是在风口上，但是大家都知道它是风口，大家都进来竞争，所以你真心 ready 了，你真心全心全意，真心付出所有一切，你的生活，你的陪伴，你不要说 work and life balance， 没有这件事情，你能够放弃一切吗？能够，你就可以进来了。那么你建议小白进入这个行业吗？我觉得这个是靠天分跟兴趣的。如果你说这个事情是非常有热血的，我无论是小白，无论是有 experience 的人，只要你带入颗热血进来，你真的是真心喜欢它，不是3分钟热度，我觉得都可以。那么关于找 partner 这件事情，你的看法是怎样呢？是不是创业一定要找合作伙伴呢 ？OK， 好，这个问题其实是很好的。就是我在第一次创业的时候，就是创办旅行社的时候啦，我是很反对找 partner 这件事情，因为在 before 我创业之前，我都很喜欢跟前辈去聊，都发现到很多的一个问题都是 partner 的问题。在我们90年代的时候去访问这些80人、70人的这些前辈，他们很多公司做不下去的原因都是因为 partner 的问题，所以我一开始创业的时候我就有这个想法，我是不找 partner，我就自己一个单干到完。但是后来我就发现到，我的愿景很大，这样如果愿景那么大，这件事情我又很清楚不容易完成，那我就必须得要 partner，所以我学习怎么去如何选对 partner。首先我先说的就是我们需要味道相同。什么是味道？就是我们对目标是非常清晰的，我们要些什么目标，所以我们大家是很清晰这个目标，不会有太多的争执。但是很矛盾的就是，你又不能够找性格太过接近的 partner。但是很多人就是很容易被吸引到的是什么？是吸引到相同性格的人，我就处得特别好，因为性格相同，特别容易讲话。但是这些是你做朋友的时候特别容易处得好，一做 partner 的时候你就很麻烦。为什么？因为你的性格一样，能力就一样，大家想做的岗位又一样那你想去分配的岗位，当性格不一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我们每个人喜欢做的事情刚好都不一样，这样子我们可以各尽其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效率最大化这一点我觉得是很重要。味道相同了后，你是不是性格也相同？如果是性格相同也不行，性格相同但是味道不相同也不行，你要味道相同，性格不同那相对来说比较难遇得到。就有些人适合当朋友，有些人适合当合作伙伴。对的。那么 Hugo， 你们已经做到2000万的业绩嘛？目前，那么其实你认为在你看来呢，业绩100万的公司和业绩1000万的公司，最关键的差别是什么呢？100万级别的公司，我觉得都还是属于在创业初期，所以那时候你就疯狂搞业绩，什么东西都不理。就是蛮多人会说，你做一个生意，做个企业，你要懂得规章制度，懂得搞公司文化之类的，等等的时候，就蛮多刚创业的人会来问我的话，我想不要听他们说 bullshit， 你现在刚开始出来，不管什么。死搞钱就对了，死搞业绩治百病。所以当你的业绩规模来到100万级别的时候，你就开始要去考虑组织能力，你是否能够创建这个组织架构，规章制度全部就开始要出现了，你才能够突破这一个瓶颈就是有时候我还说就是还可以用业绩来去规范，也可以用人来去规范。反正我觉得用人去规范这件事情反而比较容易，因为有些行业里面它可以10几个人干到1000万级别、万亿级别，但是他们的margin特别少，
啊。所以我反而是用人来去规范这件事情会比较适合。像团队在50人内，你可以用老板可以看得完的。有一个理论叫什么？我们人类能够记住的年是108张年是极限的，108张年以上是你不能够记得了的时候。所以以前的部落都是以108个人为一个部落，108人以外他们就剔除了，因为我没有办法记得完所有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就表明了是什么东西？你在108人以下的时候，你还可以用你老板个人的能力来去处理任何的问题。但是当这个阶段一经过了过后，其实你就会是进入了一个组织能力啊，你就需要有一个组织能力，需要有一个 SOP 规章制度，用制度来管理公司。但是就当你过了这个阶段的时候，你制度又很难管理到那么多人了的。那时候就要讲入文化，所以讲文化这些东西其实是比较多大企业做得好，蛮多人说文化，但是其实蛮多人也搞不懂文化是什么企业文化是什么。所以你问我的话，我们企业文化做得好吗？我们正在搞着，因为我们必然得迈向企业文化，带领着公司走向更远的一个未来，不然的话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走远的。组织架构只能够挺过你中小企业这个阶段，你必须要文化带动。主要核心差距啦，就是你在100万级别的时候，你个人能力能够做得好，但是你要过1000万，这样你就要搞好组织能力，你是否能够做好这个组织能力，这主要这2个区别。明白。所以我们这些在探讨的是1000万过亿的一个阶段，所以我说1000万过亿的时候，我们一定是以文化为中心。所以团队以人数来做一个这个分类会比较好了。对，在不同阶段应该要 focus 不同的东西。对，所以太早去做文化反而不大适合。对。那么聊到这个东西，其实我们都听过一个说法，就是82定律嘛。那80%、20%，只有20%是能够做到比较好的成绩。那么你认为这20%的人的共同特质是什么呢？运气好。运气好。我蛮喜欢一句话的，就是永远不要高估你的能力。你的能力很多人都有，但是他没有遇到你的这一个命的时候，他很难会有这个机会的。就是老天给你机会的时候，你是否能够抓得住？我常常 sharing 这个的时候，就有人我这样我不需要努力了，就运气好就行了。所以我就喜欢孙子兵法的一句话，就是可胜在敌，不可败在己。就是努力对我而言来说，就是我至少不败给生活。那么是生活有没有给我一个机会打败他，让我出人头地？所以努力只是你能够保证你活得不差，但是你要走得更好，这老天给不给你的机会？所以努力是一个基础，我要等待一个机遇了。所以刚刚你那句话很好的，因为我其实蛮多前辈，我跟他们接触的时候，以前在企业很小，就是公司很小的时候，我跟他们，我会觉得他们遥不可及，我会觉得他们可能呢知识是非常雄伟的，就是非常高的一些知识，非常有能力。然后后来接触到真的做企业做的比较大的话啦，讲共同除了运气之外还有魅力。他可以吸引到一群的人跟着他一起做，他们的能力通常不会觉得有太大的区别，可能他的企业是大我1000倍万倍，但是你说他能力有到1000倍万倍吧，没有，可能就是多一个30%，但是他的魅力一定有在。所以除了运气以外，我会发现到大家共同的一个特性就是还有办法吸引到人跟着他一起去完成他想要做的一个目标。那么 Hugo back to day one 就回到当时你们还在开档口的时候，就其实那个时候一开始你有想过会这样快做到今天这样的成绩吗？这一个问题也是很好。back to day one 的时候啦，我们坐在档口面前只有3张 table 的时候，我跟另外2个 co-founder 整天在讨论的就是我们第一个 step 我们要先在 Malaysia 开50间先，所以可能那时候不懂他们怎么想啦，可能会觉得我在吹水啦，所以这跟我的经历有关系啦。我觉得我看见过，所以我去其实我人生的其中一个很好的一个转折点是在 Australia 看见过很多东西，我看过世界是怎么样的，知道自己多渺小，所以我才会说有这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愿景，想要做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所以你问我 back to day one 我是有的，我原本就是抱着这一个心态去创业，要不然的话我会很容易知足。
刚才聊到一个部分，就是你从一开始11岁就出来嘛，一直在点心啊，然后去 Australia 啊，然后回来这样。这样其实在这一路走来了，你人生中你认为做的最关键、最重要的决定是哪一些呢？选择对的一个赛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你能力在场。其实我常常讲的，今天因为我生长在马来西亚，所以我有今天成绩。如果但凡我生长在可能更落后的国家，可能菲律宾或者是缅甸之类的，我就肯定不会有这样子的机会。所以生在哪里你无法决定，但是选择些什么赛道上面是你可以去做决定的。你可以深思熟虑，所以对我来说，我做了什么关键的决定，是我选对了一个赛道。我在那么多行业里面，我选择了 F&B。在我十几岁的时候，F&B 是大家都不看好能够做大的一个生意，那时候是没有连锁店的概念的啊。然后在众多连锁店里面出现的时候，我选对了一个节点，就是快餐，因为我看见它未来必然是一个趋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一个蛮关键的决定。这个也像是冥冥中你提到的，像是命运牵扯着你啊，就是从一开始从点心楼慢慢，然后接触到了日本餐啊、寿司啊、快餐啊，再回来就顺理成章，听起来好像是很顺其自然的事情一样。那么从以前到现在，你认为你经历过最大的低谷是什么呢？我觉得我没有什么人生低谷。首先，因为我把心态调整好了，每一个东西都是一个必然要经过的事情。如果你说偏要说一个低谷了，我觉得是在我父亲去世的时候啊，就刚好那时候其实在疫情当中，那时候是在2020年的四月，我父亲去世，然后加上我的那一个旅行社是停顿了的。停顿了的期间，我们照样出薪水，有固定的开销，每个月都是亏很多的钱。然后又来到我父亲去世这个阶段，所以可以说他给我带来的一个也很好的一个背后的礼物，就是可能讲父亲去世了，你什么礼物可以带给你的遗产吗？不是，是世上再无大事，若有大事都没有大过亲人的至亲的生离死别。所以接下来我所有的事情，我都可以把它看得很平淡，亏了再多钱都小事。艰难时刻你是怎样撑过去的？只能够调整自己的心态，就只能得过。我就告诉我自己都得过，必然发生的事情，从你出生的那一刻，这件事情你已经决定了，它必然会发生，这样只能挺着过。要调整好心态了，变得更坚强。对。那么 Hugo 一路走来，有没有某个建议是对你有产生很大的影响呢？其实蛮多的嘞，就是我跟前辈交流的比较多，这样我最喜欢的就是，我老是跟前辈沟通的事情，你就是不希望你告诉我你的成功史，请告诉我你踩过什么雷，你的雷以后我不踩了。像我们最近拿到 Halal Certified。Halal Certified 在马来西亚属于一个很大的市场，也是一个很极致敏感的一个市场。这样我就遇到很多做清真的前辈，他们就问他，我第一个件事就问他，你们踩过什么雷？我得注意些什么我不能做的事情所以说建议的话，我一直在洗手建议，只要是你试过的雷，我都不去踩，所以我没有办法去 pick up 一两个是特别关键的一个建议，都很关键，只要我 pick up 都蛮关键的。就是我这个人主打一个听劝。刚才你提到，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呢，就是在于你在做着哪一个部分，比如你在做清真所以你问的人是刚好这方面的前辈，因为有的时候很多人他会听到很多方面的建议，可是听的人不对人，所以听来那个建议其实没有太大一个实际的帮助了。所以我就会选择那些在实干着的，你就是干着这一行了，然后你跟我说的时候，是不是有类似带着不想太告诉我的一个阶段，故意误导我，因为有时候会有一个竞争对象嘛，所以我通常请教的前辈都是距离我特别远的。这样他根本就看不起我，就不是看不起我，不是，就是觉得不会是他的竞争对手，这样他会很真心诚意去 sharing 给你，而且他们到了那高度，他们的认知通常都会是，毕竟我 sharing 给你，能不能领悟还是只有100个人里面只有1-2个人能够领悟的，所以我很愿意 sharing 给你，但是
人是很难知行合一的。我就算知道这件事情，但是我有没有办法执行这件事情，大多数人没有办法知道。大道理谁都知道，但是有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很难的。所以到企业比较大的一些老板前辈们啊，他们的格局都特别大，所以他们 sharing 出来的，他们必然就是肺腑之言。那么假如你能回到5年前，去告诉当时的自己一个关于生意的认知，你会对当时的自己说些什么呢？再快一点，再快一点。那个时候的顾虑是什么呢？如果我带着现在的认知回到去5年前的话，我会更加坚定现在做的事情是对的。这样我会把速度在5年前刚好是疫情的期间，其实那时候是很好发展的时候，但是我们其实属于一个想发展又不敢发展，疫情嘛，所以不知道疫情到底会维持多久，不知道疫情过后会变成怎么样。我在疫情期间做的特别好，但是你会有个问题就是，这样疫情过后我们能不能继续做得好？所以我们都有在持续发展，但是都保守，特别的保守。像我们前面3年就每一年只开2家，所以慢慢开。所以你问我回到去那时候再快点，那时候是一个很好发展的机会。很多时候遇到一个情况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这样子的困境会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对，所以那时候在疫情当中的时候，我去创业，其实蛮多人会觉得，会蛮多质疑声的。但是我很喜欢巴菲特的那一句话：别人贪婪的时候，我恐惧；别人恐惧的时候，我贪婪。这是刚好蛮多是符合到我的所有的做事风格，到我投资的理念也是这样子，包括我做生意的理念也是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刚好是踩到一个节点了。但是你问我回到5年前，我还是一样会加快一点，再努力一点，快一点，拼下去，冲就对了。对。那么现在里面有18家嘛？这样我很好奇，Hugo，你们接下来3年会有怎样一个方向发展呢？在马来西亚，其实我们今年2025年的 target minimum 是1到30家的分行那么明年的话会是60家，就是26年到27年的话，我们是希望到100家，所以我们是希望能够在28年的时候能够去 IPO。在 for IPO 可能帮你延伸问那个问题，为什么要 IPO 因为就像我刚开始讲的，我创立这品牌的初期的时候，是为了把这个品牌带上国际社会、国际视野上面，让它这个马来西亚品牌变成国际品牌。这样 IPO 是还有一个工具。如果当我今天有这个工具的时候，我可以不 IPO 的，但是 IPO 是让我更快的、更容易拿到资源的一个手段，一套工具来的，就可以把这个品牌带去国际。对，就是比较容易和其他国际的做些资源对接。就是好像今天如果我走出马来西亚，没人认识我品牌，我讲我是谁，没人认识我，但是我带着一个 listed company 的那个 background 去的话，这样我们很容易谈很多事情。资源上的对接就容易很多。对，因为我们聊到这边了，然后就我们看你25岁的时候就开始去创办 Sushi Plus， 对吗？那么我们看，其实很多年轻人他们也是正在创业了。其实创业成功的人其实并不多。在你看来了，你认为有哪一些误区阻碍了年轻人去成功呢？第一个误区呢，他们会觉得做生意吧蛮容易的，因为其实像你刚刚讲的问题，就是蛮多人会觉得，蛮多人是创业不成功的，创业成功的是占少数，但是在创业之前，这个认知是没有这个认知的，反而是知道的是，好像创业很简单每个人，我身边每个人，我看见每个人创业出来都过得很好，因为灯光效应，死掉的我们不知道，所以反而大家会抱着一个很好、觉得很简单的一个心态进来去做创业，没有做好一个心理的准备。就是你得问好，像刚刚我说的，你问好你自己，你准备好了吗？你准备好放弃其他的东西去创业了吗？你准备好你才加入所以你就得抱着这个心态进来，就是人不能既要又要还要。你想要创业，在事业上得到一些成就，这样你必然开始得放弃一些东西。你意思是说，可能他们没有做好那一个准备，因为他们看到市场上，好像大家都成功，其实死掉的有没有看到嘛？所以还不知道有多么的困难，自己需要牺牲什么。对的。如果刚才你前面有提到一个部分，
就是我们谈到成功啊，很多时候很多人的成功是因为抓住了一个机遇，那机会很多时候又会来自于认知差、时间差、信息差。你觉得人可以怎样去打开他的认知呢？努力的干，你就会遇到对的人给你对的 information。重点你不要投硬，人家竟然走你那么前面，认知一定比你高的。不要投硬，就算你觉得不合理，听着先。当你意见的时候，你再想一想。所以提升认知差，你必然在创业初期的时候啊，就可能会很多人 sharing 讲你去看多点书啊之类这种东西。我觉得创业初期没有时间看书，你很难有时间看书的，而且看书的实践下去是比较难的，因为它是理论，你很难实践。那些等到你比较后期一点去看书，我觉得效应会比较大。那前期的时候，你死命的干，遇到人了听劝，所以听进去，更多跟人交流，多看一下世界。我是蛮喜欢去看一下世界，让这个能够快速的打开我的认知差。就是听世界和看世界是不一样的事情，跟体验世界还是不一样的事情。你是否能够真正体验到的那个世界是完全不一样。就好像说我整天说我在跟你 sharing 我在澳洲的这一年的一个经验，是以前我在马来西亚听人家 sharing 的时候是没有 feeling 的，因为我很多亲戚也在美国定居，回来跟我们 sharing 的时候，我们觉得哇，然后是你一去到澳洲生活的时候是完全两个体验的。所以说我说今天我跟你 sharing 的，你挖完了过后你就是那18嘛了，你得去看去体验这个世界，那你的认知其实会可以快速的去增长。当然创业初期你是很难离得开你的岗位的，这样就只能听。刚才我们谈到一个部分，就是在于听劝啊。如果今天一个20到25岁的年轻人，他听了这个节目，他听了你的故事，他也希望有一天可以做到像你这样的成绩。如果今天他来找你的话，你会给他这样一个建议呢？努力点，给什么建议？就是像我刚刚分享的，如果是创业初期的建议，就是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需要的能力跟重视点，你不要盲目去听，因为有时候你去询问的那一个人离你特别远，他忘记当初他创业的时候最重视的是什么东西，而让他有今天。他告诉他今天我很重视的是企业文化，他说你说企业文化特别重要，然后你回去后一看你的团队5个人，你跟他说企业文化，你公司就离黄了不远了所以关键的点你重视关键的事情，所以这一个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给刚创业的一个我的 experience 的一个建议。创业上又需要遇到很多运气，你刚好遇到了那一个认知比你高的很多的人，他还记得当初他重视些什么，在你这个节点他重视什么，他告诉你。离你不远的人，他可能还没有走到你想要的目的，除非你的目标是他，那就不同手。这样如果今天我请教离我不远的人，但是他的目标就隐士在那边了，这样我去参考他正确吗？不正确，所以会有种种的因素来去结合这件事情如果他是你的目标，这样我觉得可以那离你不远呢，你想要超越他很多，但他可能现在做的事情会阻碍你未来发展。就是找一个格局认知高的人，同时要去讨论当时他在你现在这个阶段的时候的发展是怎样的，才是比较正确的一个 advice。 对。那么如果我想要问你一个问题啦，你从国外回来马来西亚发展嘛，然后你本身又是 GB 人，那么你觉得年轻人留在马来西亚还有希望吗？马来西亚是一个东南亚国家，除了新加坡以外经济最好的国家，没有之一，对吗？如果我的认知没错的话。所以其实在现在国际形势上面呢，中美的这个关系让我们的东南亚吃遍了很多的红利。那接下来的20年我觉得是东南亚的时代。我们可以去看世界，但是当你是马来西亚人的时候你在马来西亚机会自然会比较多的。就我是新加坡人，特别多朋友在新加坡工作，我也在新加坡工作过5个月的一个 experience。如果我今天还在新加坡工作的话我可能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因为公民的限制，你没有先天的优势。这样讲这个部分，Hugo，
我就可以想象得到现在是一个关键东南亚发展的时期嘛，所以那些5年过后，我们看回来的时候，可能很多正在收听这个节目的人，可能5年过后他看回来，他就会想，希望当初我努力一点，希望当初我看到马来西亚、东南亚这个机会，去做出行动了，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啊，2025年。对，最后了，这个很多年轻人可能他们现在正处于事业或者职业上的一个十字路口了，他们正在做着人生重要的抉择。那么 Hugo，你有什么话想要对他们说吗？我最近蛮喜欢一句话，如果你能够打工得到一个你想要的目的，像蛮多人其实是希望财富自由嘛，他们的梦想是财富自由，就你打工很多机会让你财富自由，只要你选择对的一个赛道上，对的一个职业上，其实蛮多机会让你去财富自由的。所以在打工的时候，你不打东家可以打西家，但是你就不要创业了。那创业的话啦，东家不打你，西家打，所以特别辛苦了。如果你只是想要财富自由的话，就不要，就主要看你的梦想是什么啊。如果你的梦想是财富自由，那你就不需要去创业了，因为创业的财富自由概率太低了。如果是说你对于你的梦想不只是要财富自由，可能想要像我这样想要 build something， 想要创造些什么价值给这个社会的话呢，那么不要太过在乎牺牲很多东西。当一在乎牺牲东西啦，其实很多事情你就过不去自己那个坎了，你要牺牲的东西太多了，所以把一切都看开。